中国军事科研也要准备进入无人区，在没有石头可摸的时候，怎么知道路在何方？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中国科技部呢，本月底出了一则消息，是为了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新的发展格局，提升我国重大科技创新发展前瞻布局能力，加快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经研究呢，科技部办公厅拟向有关单位和广大科研人员开展颠覆性技术研究发展方向意见征集工作。其实呢，不仅仅是科技部需要这么干啊，在国防军事领域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需求了。你看，我们以前老说就是摸着美国石头过河，因为我们过去是借鉴国外的比较多，当然不仅仅是美国了嘛。原来我们技术基础薄弱，带来的问题就是理论方面也会比较茫然。所以1991年海湾战争一直到后来，一次一次给我们很多冲击啊，很多概念就被颠覆掉了。原来仗还可以这么打，原来武器可以这么设计，原来每个士兵能够发挥那样的作用。等看清了先进作战样式以后，我们看清了一些发展方向，然后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技术。技术发展了，逐渐缩小差距了，甚至某些方面我们已经逐渐开始实现了超越。但是真站在了领头羊的位置以后，真要站在这个位置上了，以后就没有人指路了。没有人指路，没有石头可摸，那后边怎么去发展就迷茫。未来仗要怎么打，需要什么东西，这都需要靠预测。如果预测不准，那就一定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美国人搞朱姆沃尔特，搞 LCS 就是方向搞错了，结果这两型舰艇基本属于报废状态。而且呢，这种事情在美国也很多，但是美国靠经济实力，过去能够有很强的容错能力，人家错得起，人家知道怎么错了，钱也不算白花，别的项目重新来一遍，我起码通过试错搞清楚了哪些领域不能搞。而我们这边呢，传统做法是什么？是靠智库。靠智库来分析、判断、研究、做报告、定方向。但是问题呀，智库本身它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掌握准不准？智库和基层是不是脱节？设计单位跟使用单位是不是脱节？都会有问题。所以搞出的装备很有可能是套用了几十年前的陈旧思路，根本不适应未来的战场，或者是设计的装备到了基层就一片抱怨。这种事情美国出过，我们也出过。如果我们依靠基层问题是什么？就是缺少能力去判断宏观的发展方向，可以感觉到哪些武器不好用，但是他也总结不出来自己未来需要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呢，思维惯性特别强，就算总结出来了，也是缺乏前瞻性，只是套用了自己的过去的使用老习惯。一方面呢，是基层部队啊，科技素养需要提高，才能够有更强的思考能力，提出自己未来的需求。另一方面呢，传统教育有束缚，就是老告诉我们部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话是一点都没错。但是永远只单方面强调了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而不是让基层或者更上一级考虑未来要打什么仗就该有什么武器。这个思维束缚你不解脱的话，基层部队也根本就拿不出一个比较靠谱的需求。所以呢，中国的军事科研未来可能会多少学点美国，就是我们的经济实力允许了，我们也会向各个方向去探索，勇于尝试，勇于试错，而不是简单只看我最后能不能拿出装备成果，拿出成果就是有奖，拿不出成果就是无功，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要改变了。再有就是未来一定会全面提高部队的综合科学素养，这也是让部队将来能够明确提出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所以呢，解放军现在就已经开始要搞一个面向全军的军事科普平台，可能我们民间很多人在某些领域具有一技之长，都可能被融入到这个平台中去。另外呢，也有可能像科技部这次一样，向民间广泛的去搜集发展思路，不管你是专业人员还是民科，也可能你脑中一个闪亮，一个亮点就会被收集进去。当然了，大浪淘沙会淘汰很多东西，但是其中的亮点收集出来的话，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思路。这样就是把军民融合进一步扩展，从技术装备发展到思想方面。原来我们节目里也说过，我们未来需要用科技牵引发展，也需要用需求来牵引发展。美国当年当领头羊的时候，很多成功经验也是来自这种双牵引、双驱动。所以这次我们需要颠覆的东西可能会很多。这不是简单靠科研机构、靠智囊就能实现的，而是从上到下，
从军队到民间，也许包括我们身边很多人都会参加到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好，关于中国军事科研如何进入无人区，如何成为一个领头羊，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